带您追查事件真相，掌握证据变化。观众朋友你好，欢迎持续加入新闻大白话，我是主持人谭英文。节目一开始来介绍今天的特别来宾，首先是国际政治专家赖玉谦老师。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还有台大哲学系教授苑举正。艺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以及前张渊舰长黄征辉。主持人各位观众大家好。好，观众朋友，自从这个川普离开了北京之后，大家在全世界话题不断结果现在马上又有人要到北京了。这个人就是俄罗斯的总统普京。好，这是普京第25次的访陆可见相当的频繁。那两国的关系也确实好。好，那俄罗斯的运输机现在已经将先前的车队送达北京，作为普京到访来做准备。那你可以看到画面上这就是先前的这个车队送达了嘛所以呢，他是预计在今晚要抵达，那将受到中国大陆外长王毅的接待，那之后会前往钓鱼台国宾馆。好，那这一次呢，普京在访华之前他有先发表了谈话，那特别就讲到要共同努力的深化俄中的伙伴关系跟对这个和睦邻居的友好。我们来听听他怎么讲。В настоящее время россий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достигли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 беспрецедентного уровня. Их особый характер проявляется в атмосфере взаимопонимания и доверия, готовности сотрудничать на обоюдовыгодных и равноправных началах, вести уважительный диалог, оказывать друг другу поддержку в вопросах, затрагивающих коренные интересы двух стран, включая защиту суверенитета и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го единства. 好，就是要表达两国的关系非常的密切，也非常好。那当然，川普离开了北京，那接下来普京今天晚上也要到达北京，这传递什么讯号呢？等一下来宾也会帮我们分析。好，但这第25次的访华，中俄关系呢说将迈入一个新台阶。那当然是今天跟明天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那中国大陆的外交部说，这将是普京第25次到访中国。那访问期间呢，就会以双边关系、各领域的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还有地区问题来进行交换。那我们看到俄罗斯的这个佩斯科夫呢，他讲说，俄方对于普京即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抱持着最严肃的期待。好，那也看到美俄元首1周内接连访华，现在专家认为有一种讯号正在传达也就是国际问题资深研究员他说美俄元首相继访华，清晰的就折射出了当今世界地缘政治格局正在经历深刻的结构性转变。好，那也凸显了中国在世界百年变局当中大国定性跟独特的作用，也就表明这国际社会现在是更加的信任中国了。好，那中俄合作的新格局会朝什么方面呢？那当然有说一方面是以能源的方式来合作。那习川会结束之后，习普会接续登场。好，普京此行适逢中俄睦邻友好合约和条约的这个签署25周年。那外媒就说美俄两国领导人罕见在1周内先后访中，那北京就变成了全球的外交焦点。好，克宫也发声明指出这一次访问就指这个合作条约的签署25周年。那这个条约其实有些玄机它是被视为当前中俄国家关系的重要基础。那双方预计会签署联合声明，还有多项的双边合作文件，讨论双边的经贸合作前景。那人民日报这边则是报道说当前中俄的关系是处于历史最好的时期，那也树立了永久睦邻友好、全面战略协作、互利合作、共赢的大国关系典范。好，那我们要关心到就是有近30家的是近300家的俄企参加中俄博览会。那这件事情呢，也看到就是在第10届的中俄博览会17到21号就在哈尔滨登场。俄罗斯的副总理就有特别说，俄中应该继续的相互转让技术，那要为两国发展创造机遇。那这个中俄博览会双鸭山的签约4个项目总额是来到了15亿元。好，那我们刚才讲到了中俄之间可能会在
能源上面有一些合作。那当然，大家就会关心中国大陆目前的能源似乎是化危机为转机。好，因为中国在西北地区有一个规模最大的独立能源储存设施，提供了全天候稳定的再生能源。那同时他们也启用了世界上最大的离岸太阳能发电厂。好，所以呢，有一些相关画面也曝光了。好，那也说中国大陆在4月太阳能的电池出口虽然在补贴退场之后，仍然是增加了60%。那英国媒体则是认为这个中国化人类危机为契机。好，因为这个卫报分析说聚焦全球能源格局100年变局，那也点明了世界的能源权力重心正在加速的向东方迁移。好，那中国牢牢的把握住了清洁能源的转型时代机遇取得了惊人成就，那也给世界能源的转型带来希望。好，但是美国是以石化燃料拥护者为主要试图开历史倒车，阻扰中国的崛起。好，那我们也看到川普访中完之后回到美国，马上就是迎接一片混乱，包含了伊朗战争、油价飙升，然后试图开历史倒车，利用关税跟军事威胁打开市场，让这个石化燃料行业的拥护者中饱私囊的能源主导为这个政策。说美国长期占据着主导地位的大国，现在好像变成一种邪恶力量，把世界推向更加动荡的深渊。好，所以现在看起来这个美中之间的比较在所难免我们先问赖教授怎么看？美中之间的比较高低已经出现了一个是世界的麻烦制造者，从他上台以来就开始搞关税战，搞得全世界的贸易秩序大乱。接着他又去发动对于伊朗的战争，搞得全世界的能源市场价格体系大乱，而且搞得整个运输系统大乱。这个就是美国川普所干的事，而中国大陆却成为全世界最稳定、最值得信任的国家。我们就看到过去拜登总统民主党时代花了上百亿、100多亿美元，这是马斯克所揭露出来的。他说，美国总统拜登用掉了100多亿美元，在美国的国会、CIA 还有国务院等3个机构编列这么大的预算，然后呢，任务就是去收买媒体记者，收买全世界的，包括美国的媒体记者，照三餐骂中国所以把中国塑造成为一个人类的敌人、世界的敌人。结果照三餐骂中国、丑化中国。当这笔预算被拿走了以后，突然间这些每天照三餐骂中国人没有钱可领了，没有钱可领就懒得写，懒得写了以后，这个中国的真面貌浮现出来了。因为当网红他们络绎不绝的到中国来的时候，他们发现怎么中国不是他们美国的媒体所写的那个样子，他们发现完全不同，天地之差。结果他们越来越加的信任中国。现在我们看到，在全世界当联合国的5大常任理事国，4个都到中国来了，因为含中国自己在内，那就是5个理事国全部都来了。欧洲大国也都来了，几乎大部分的国家，几十个国家都到中国来的时候，其实就代表什么意思？代表就是说，中国成为全世界最稳定、最值得信任，而且中国可以支撑起目前世界的危机。不管在能源的危机、关税的危机、经济的危机、科技的危机，它都可以撑起半天天。所以我觉得他们络绎不绝的到中国来，绝对就是要寻找合作，有的是寻找谅解、寻找和解。例如说德国、英国、法国等欧洲的若干的过去敌对中国的国家，他们寻求和解。像西班牙就是增进更多的合作，因为西班牙从来就没有跟随美国他们走。所以中国跟西班牙的关系，他们的合作关系就一直往上垫那这次普丁到中国来访问的时候，大家都已经看得很明白。佩斯科夫他有说，这个普丁他希望在第一手时间就能够了解这个美国总统川普怎么看待俄国，怎么看待俄乌问题，所以他们彼此之间会有很多的交换意见。所以等于是中国的领导人会跟普丁有关于美国的一些一举一动的想法交换意见，这代表什么？中俄之间的信任关系是非常的深厚。那这一次的再一次的联合声明就代表
他们的新时代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第5号声明，那就在往上走一台阶了。是。所以你看哦，这个美国跟俄罗斯之间也不是没有沟通过，但是俄罗斯又更愿意跟中国有一些合作的关系。对，所以那当然是深刻性更高。苑教授怎么看？我觉得把中俄跟这个中美之间的关系要分开来看。是啊，这个首先第一点的话呢，因为普京他是今天晚上到嘛，啊，那么来了25次，这个时候呢，大家其实因为首先第一点的话呢，双方彼此的关系都达到历史前的高峰啊，那么所以来的时间并没有像是川普来的时间那么长，川普来只3天不到，他这个的话呢，基本上就是2天就结束了。然后这个都是大国，中美俄都是大国，大国的话呢，这个我以前在这个布鲁塞尔那时候欧盟总部的时候，就看到他们大国的时候啊，就是24辆车子啊，都是运输机来来回回，就是个规格。啊，这个规格你反正就是达到这个规格，一方面显示国力，另外一方面显示外交上面的礼仪，针对大国是非常特殊的。那我相信这个俄罗斯的这个外交官他们也是在这方面做要求。那么这个中美之间的问题的情况下来讲的话呢，我觉得也是一个男人的一个可贵的成就啊。这个川普大家都知道他不喝酒，但喝了酒啦。川普平常都是这个讲话乱讲啊，就在这边还讲起孔子来了，这个很难得。然后另外的话呢，他针对于这个台湾的问题做了一些非常重要的表述，那大家都很清楚。但是我觉得呢，这个俄国跟美国他们到了大陆来的时候，其实基本上就承认，就是说大陆今天不是G2或者G3的问题，他们是基本上整个是一个世界上的一个和平的力量。那么其中的话呢，我觉得这个我在这边针对于这个人民日报的这个评论讲说是当前中俄关系处于历史的最好时机啊。那因为我这个人我比较喜欢看历史嘛，其实从这个1949年这个新中国成立的话呢，等于跟苏联的蜜月期一结束的时候。那么整个中国一直在面对苏联或者俄罗斯的威胁，那成兵百万的压力是非常大的。那实际上来讲的话呢，我觉得中国能有今天做到这种世界平稳的地位的话，其实跟我们这个中国哲学相关的。我们强调这个王道以德服人这个霸道是以利服人。那中国从头到尾的话呢，遇到有发生战争的就劝他们止火协商啊，国际法，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人道主义，从来没有说是讲过头话，我基本上都会背了。那么这个立场是整个国际社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安定力量。那俄罗斯跟美国原来的话呢，他们说句良心话哈，我不想讲别的，我不想讲种族，但是俄国人基本上跟北欧人是长得一个样子。原则上，尤其是这个大家都知道，他们是一个样子，所以说，俄罗斯人喜欢欧洲是原来不在话下，但是俄罗斯人喜欢欧洲的代价却是被欧洲鄙视啊，所以说他们自己心里感觉到非常难过，那么也因此的话呢，会转而向东看。那么现在达到关系最好的时候，这个所有的国际政治、国际关系都是有原因的。那么中美之间的话呢，也是有利益要交换的啊，也是有大家要有风险要避免的。那中俄之间的情况大概也是这样子，所以大家对听到讲说历史到关系是最好的时候，是到目前为止最好啊！大家心里要知道，在未来的时候的话，我们要拭目以待，因为国际关系确实是讲究各国的利益的。没错啊，因为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利益，而且都摆在前面哈。好，那珍辉舰长怎么看？首先，大家可能最近觉得说，包含我以前看到川普我就觉得这个人好讨厌，这个人怎么这个样子？但是这一次他去了中国大陆整个过程从下飞机，他的讲话，他的吃饭，他的所有参访中间，我跟你讲，我全都看了。看完之后，我这是这一辈子第一次，我觉得，这个川普这个人蛮不错的，蛮克制的。其实他不但是克制，他蛮理智的。他讲的话也是一个就顾全了所有的东西。那我就在这几天，我突然间我对他的印象非常之好。但是我也再仔细想想，如果我是北京我一定会支持川普，就是让他在美国有更大的势力。绝对不要拆川普的台，为什么你知道？因为川普这个人非常好控制，你知道，很多人是无欲则刚那种人是最难控制的。川普最能控制。我跟你讲哪4点他最能控制？第一个，他唯利是图，这是一个商人的本性，不是怪他，他一直在这个环境里面上，利益是他最大一个追求。中国人有一句话叫做“能用钱解决的事都是小事”，对，都是小事。第二个，你有没有发现他虚荣心非常的强？哎呦，开玩笑，又是上帝，又是哇，台场要出来，他真的虚荣心很强。那中国没有什么大的本事，给他虚荣心是绝对可以的。你到哪里去有中国这么大的排场？这是第2个。然后第3个，川普也是商人的交易个性，他什么东西都可以交易。
那你有什么？那现在全世界能够拥有最多牌的，能够可能跟美国去谈交易的，当然是中国大陆，没有一个国家能比它更多。然后还有第4个就是现在川普的情况，在国内的民调，在世界的这个叫做领导力是最差的时候，这个时候他需不需要一个很有力的一个国家帮助他？有啊，就是中国大陆。所以你们发现，大概在中国从建国到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到今天，从来没有一个美国总统是如此容易的可以被中国操控。那你们是不是应该支持他？你们应该是不是让他在美国更有一些地位，让他能够遂行达到你想要的东西？这是一个。第二个，刚刚这个苑教授也讲到说中俄的关系其实俄国从来就，俄国怎么会跟中国好？我们这个历史上这两个国家都不好，而且俄国早期的那个国旗，你们看它是双头鹰一左一右看，他们传统以来就有一个叫做犹豫疑惑，我该向东还向西？但是他们一直认为他们是白种人，他们一直心向的是欧洲，我们是那个更有文化的那个地方。可是刚刚苑老师也讲了，欧洲从来没有瞧得起过他们。你要讲俄罗斯的，就是我本将心向明月，奈何明月照沟渠，结果把他打到今天这个样子。然后像这一次不是在那个哈尔滨有举办那个博览会吗？其实早期的时候是在那个冷战结束，在那里举办了一个叫做哈尔滨国际贸易洽谈会，那叫哈洽会。你看这3个字还真的很有意思的。然后后来因为2014年的时候因为不是打了克里米亚吗？那整个欧洲、美国就在排挤这个俄罗斯，然后俄罗斯才把这个会提升成了一个博览会。那这个会议到底能交易什么东西，其实是次要的。它最重要的其实在告诉西方世界，你们想叫做制裁我、封锁我，不可能，往东那里就可以往中国那里去。所以这个东西带动了东北的发展，因为东北以前就在东北那个角嘛，你再往上走，俄罗斯从来没有用心发展过这个叫做苏东。他在那里，你们看西伯利亚那个铁路建设都非常少，他一直认为那个是一个他不需要去努力的地方，但是因为被这个世界逼的，他现在逼到那里去，所以对中国也好，因为中国东北需要他们的能源，那他对这个俄罗斯那里也好，他可以把这个苏东这里慢慢发展起来，让他那个双头鹰能够一起往东看好了，不要再往西看，因为西方不是要你的。然后再来这次的访华这个我的感觉是，我就是一个感觉是一个北京好像变成世界中心了。这个世界中心什么时候在中国的历史上曾经出现？你知道吗？唐朝，2026年到今天已经有超过10个国家领袖陆续到了北京访问，这我觉得是一个好像中国盛世的再现，让我看到觉得是蛮感动的。确实这是一个很大的讯号，尤其在国际之间这个讯号很多人，尤其美国人是有一点点担忧的。好，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川习会之后，大家国际上讨论蛮多的，都在台湾的议题上因为这个川普在空军1号，还有后来的这个福斯新闻专访的时候，好，那当然讲到台湾问题大家也都很关注。但是别忘了，美中之间不是只有台湾问题，还包含着稀土问题啊。好，现在白宫呢有承认中国的稀土管制将长期存在。好，白宫说中国将解决美方对稀土短缺的关切。那声明当中也没再提及取消中国出口管制的制度，也没有说明将这个11月到期的稀土限制停战协议是否会延期。所以就有分析人士指出这是白宫对中国稀土管制长期存在的默认。好，大家记得吗？其实他们去年10月的时候，在这个 APEC 釜山举行的时候，2个人就见过面，当时谈的就包含稀土。好，所以呢，当时双方达成了稀土1年的停火期，所以才有这个里头说11月到期的稀土限制的停战协议到底会不会延期？目前呢是看不出来的。好，那当然呢也看到了有因首次被纳入了美中稀土谈判的焦点它是光子晶片、6G 跟高速光学雷射器的关键材料。那中国从2025年2月管制出口之后因的出口就大减，那对美出口更是暴跌77%。那也说就是离不开现在美国军火商蛮希望延后对
华的稀土这个磁铁禁令。金融时报报道说啊，部分国防企业希望获得更多时间，要遵守将于明年1月1号起生效的禁令。这个该禁令呢，禁止美国国防部的合约项目当中使用源自中国的山钴磁铁跟铝铁硼磁铁。这类的稀土磁铁呢，都被广泛的运用在好多产品，包含像电动车、手机到战机、武器系统等等。那这些材料的生产跟制造目前都是由中国主导特别在关键原料，所以中国巩固其主导的地位。那川普的访中成果现在也曝光那北京有承诺要采购1000亿美的商品。美国媒体有批说这是帮助中国巩固国际的主导。华盛顿邮报就说，这场峰会真的是使得中国在其最关键的双边关系中进一步的稳固他们的战略位置，也强化他们在国际经贸跟外交上面的主导叙事。所以现在呢，大家关心的就是白宫在17号有发布一个事实清单，那当然上头就有写到说建立战略稳定关系。所以你可以看到中国大陆的国防部呢，就有特别讲到习近平主席跟川普总统成功会晤建构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达成了重要共识，为下阶段两国关系的发展指明了方向，也提供了根本的遵循。那新华社的报道也说到了，战略性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是川习最重要的共识。如果你有关系川习会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其实在会议当中这边就有特别讲到这个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但是白宫这边没有提到是到17号这份事实清单之后才看到这确实是两方都有在讲的事情。那也看到何立峰有接见苏姿丰有赞川习会，承诺超微要加大在中国大陆的投资。何立峰就说欢迎包含超微半导体公司在内的跨国公司把握中国发展的机遇，来深化互利的合作。那苏姿丰就回应愿继续拓展在陆的业务，持续加大在陆的投资。那这次倒是没看到黄仁勋跟中国大陆的官员或是等等的有见面但是这个黄仁勋确实有特别提到说，中国终将向美国 AI 晶片来开放市场。他说，中国政府必须决定对本土市场要保护到什么程度。他的感觉是，随着时间推移市场终究会开放。好，那现在《金融时报》就说，影片生成是生成式 AI 的关键战场之一。那正快速的应用像在广告、电商、娱乐的场域。那字节跳动呢、快手等公司也利用庞大的短影音资料库训练系统，使其能够相较美国企业具有优势。所以英国媒体认为，中国大陆的 AI 影片生成已经超越了美国。好，那倒是看到高市早苗他是不是被晾在旁边了呢？有人是说他被川普撤梯子了，怎么说因为川普转向美中友好，感觉让日本焦虑被排除在外。好，那就是美国总统川普跟习近平在北京的峰会展现了一个友好的气氛，引发日本政界蛮不安的。那东亚国际关系期刊《外交家》也指出说，这个东京部分人士开始把这场峰会称为川普震撼。那这种不安呢，对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尤其强烈。那高市早苗不是曾经引用安倍晋三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的说法吗？那川普访中前也曾公开质疑日本是否在台湾问题上面过于前倾，那也暗示东京对台支持过头。所以呢，他去年11月跟高市早苗通话时就传出他曾经私下提醒日本不要过度的刺激中国。好，那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类的讯息太多所以我们看到了日本的外相茂木敏充，他最近的说法悄悄的有一点转变，说今后也将坚持扩大日中两国共同利益、战略互惠关系的理念。好，那当然就有人解读说高市早苗现在对中国的态度是不是因为川普调整了不法度因为去年的11月7号，他的这个在国会上面的言论确实让让中国真是为之光火。但现在呢，看起来美方的态度也让高市早苗不得已也必须要改变一些立场。好，我们看到了稀土的部分，还是大家最关注的那当然，我们一直说中国握着稀土的这张牌，目前看起来人家依旧。我们先问赖老师。稀土，你说美国即使组建的所谓的稀土北约以及目前我们看到澳大利亚想要再并吞中国的企业，
因为目前来讲，他要求中国的6家企业必须把他在澳大利亚的公司的股份都卖出去。即使他们都做了这些不友善的动作，我觉得澳大利亚的人啊脑袋有点问题。因为中国大陆绝对是保护自己国家的自己的企业不受欺负的，所以当你澳大利亚政府要欺负中国的企业的时候，那你自己小心了。我先提醒啊，澳大利亚如果不信邪，你就看着办。但是即使川普、澳大利亚、日本还有欧盟等，他们这次 G7 的部长级会议啊，也在讨论这个稀土的联合这个努力的问题投资。我认为这是一场世纪大骗局，因为他们做不出来还硬要做，目的在哪里？把钱用政府的钱，然后图利相关个人，在没多久以后就宣布公司破产了、倒闭了，然后被中国大陆收购我想这个是一个 SOP 就开始会进行，过去就是如此，在一次玩而已，每一次玩就烧掉几百亿个美元。为什么？因为他们做不出来嘛。你要在大学的院校要先成立这个科系，那你的老师哪里来？你的研究生哪里来？中国大陆是37所大学院校科系建构起庞大的这种人才库，然后设备自己设计，知识自主赚钱。你外国没有中国提炼的设备，所以你要自己去研发设备。你没有这个技术，你没有这个专利，你没有这个人才，那你从开采是 OK 的，没问题。可是开采你提炼、精炼到制成品，你哪有这个本事？所以你等你完成了以后10年，但是问题就在于国际市场上的话，你的占比那么低，中国占比70%多，它只要丢出市场，你的价格就被打败了。所以我觉得这些人不要玩假的。但是我倒认为高市早苗他目前来说，他为什么会跑在前头？他的所谓的台湾有事就日本有事，日本从来不敢跑在前头，为什么这个事跑在前头？美国你那个不是卢比奥，你要不要负点责任？好，我们接下来问苑教授怎么看？我首先要强调一下哈，这个刚刚提到了这个铟的最近的价格非常上涨的非常厉害，铟不是稀土铟不是稀土就是17种但是呢，这个对大陆呢，我觉得这个是大陆厉害的地方，因为首先的话，稀土要经过4个步骤，第一个的话呢，就是稀土并不稀奇，也不是土它的要开采的话呢，其实澳洲、美国，但是呢，它要提炼这是第2个步骤。提炼的话呢，牵涉到技术，在开采的过程当中，对环境呢构成了一个很大的一个破坏就是说，随便举个例子，大家就了解到就是因为稀土的话呢，就是这17种元素当中有重金属，有轻稀土，轻重2种的话呢，它们17种使用当中，它们的特别灵敏、特别耐高温、特别耐摩擦。这些都是属于现代科技中，尤其是军事科技所需要的。就我所知的话呢 ，F-35美国的 F-35很厉害，但是 F-35要制造出来的话呢，稀土需要的17种元素里面，就是需要了大概430公斤。那这个的话呢，大概要削掉半个山头。你西方国家哪一个愿意？然后第3个部分的话呢，要合成这个磁铁，合成磁铁以后呢，就是稀土本身在合成以后，那会达到各种军事上的用途。那第4个部分当然是军事上用途，哪一种能用，所以它一直出现。那这个时候呢，跟稀土的合作，像刚刚这边所提到的铟它虽然不是稀土，但是它经过跟稀土的合并、综合这个提炼，那么就会发生一定的效果。那么这个大陆拿到稀土当中的话，其实说句良心话，这是一个没有辐射的一个导弹这也是一个核子弹，那都为什么影响很多呢？因为大家不要忘了，你这个原来早先的时候，在1990年时代，邓小平就说中东有原油，我们有稀土的时候，那个时候呢，就是中国基本上拿了生态环境，交换了稀土的提炼。那么这样的情况下，那么谁最紧张呢？日本最紧张嘛。日本的话呢，这个在稀土的跟中国之间日本老早就已经注意到日本非要发展自己的稀土不可，而且2010年的时候呢，日本就把这个中国告到联合国去，而且日本还胜诉那大陆本身来讲，动不动就是对稀土的话呢，就是寄出来稀土禁运的这种方式那个大家也可以知道的嘛，前不久的话呢，加跟者都是属于禁运，是老早就开始了。那么我会觉得说，在整个手上的王牌，就是伊朗会控制荷姆兹海峡那么大陆呢就会控制稀土，达到一个非常长的一个时间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呢，这是一个筹码，
筹码的话呢，这个加码跟减码，就是我跟你之间的关系的话呢，如果不好，我对于这个稀土我就减码，我这个跟你的关系要好，想要好的话呢，我们稀土的话呢就要加码。那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呢，那么这个中国在提炼稀土的技术上遥遥领先的情况之下，我觉得日本受到的威胁是非常非常的大，因为稀土除了军用以外，还有民用的部分。对，因为稀土的这个运用范围非常的广哦，所以那当然也是掐住了蛮多国家的脖子。好，专辉舰长怎么看？我特别先说一下稀土哦，稀土其实不是管制的问题。记住，任何一个国家所谓高科技的东西，或是说牵扯到一些战略物资的，或是牵扯到武器的，它都一定会管制，要提出输出许可。你去查一下我们的这个经贸部啊，你就说我们哪些东西输出的时候，你要去事先申请输出许可，一大堆啊，10几类，每一类有哪些东西你都要去申请输出许可。为什么？这跟每一个国家的利益或者跟它国安是有关系的。那稀土这类东西几乎跟军火一样，你一定要去很清楚的申请输出许可，你知道？你说中国大陆有没有去不让它出口？没有，所有的国家你要申请来，你就填个输出许可。输出许可基本上你说你要什么东西啊，很清楚它的规格，你要数量多少。还有一个第三个，大家不要忘了，别以为好比说日本买去你就可以用在所有地方，不是，你要很清楚的说明最终使用的就是他知道它的去向是什么，去向在哪。我举个例子，好比说这个稀土，我原来说申请说我要做这个汽车的，好比说电动汽车，结果我拿去之后，我偷偷摸摸给个国防公司给他去做坦克，这就违法，这要抓到就要去重罚。所以你知道，申请输出许可是全世界都在做的事情，只不过看他最后说同意的这个高低而已。第二个，我特别要说一下东北亚哦，就是整个在日本啦、南韩啦、朝鲜啦、俄罗斯这里一路过来，到了台湾啦，这样下来，东北亚其实曾经我觉得濒临一个比较危险的地方。为什么你知道？川普这个人哦，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个性哦？今天我是老大，我在这里主持这个吃饭，大家都给我做得好好的，任何人都不准批评菜不好啊。我说干杯，大家就干杯；我说吃饭吃饭。可是当大家说你不是老大，他不是老大的时候，川普这个人的动作就是把整个桌掀掉，大家都不要吃，他就是这样个性哦。你去注意看，我不是老大，我就把你打烂，谁都不要当老大。那他就是上一次去年的年底10月份的时候，他到南韩参加那个 APEC 峰会的时候，他发觉他在东北亚不是老大了，所以就在那几天时间，你看看啊，就在那几天时间，第一个，他同意了韩国李在明给他们核潜舰。第二个，他见了高市早苗，高市早苗不是闹一句好高兴啊什么的，我相信他同意了他支持他日本的正常化。还有接着就在今年2月6号，川普突然透过《金融时报》宣布说川普有第2批军售给台湾140亿，那是在《金融时报》先宣布的。那现在不是就后在这大家不知道什么会不会吗？你就发现他很清楚，我要把你北京搅得焦头烂额，我怎么去做？其实背后主使者是川普，但是这一次的这个叫做习川会啊，你可以看到他们基本上承认两个，我们绝不能斗，我们绝不能脱钩。所以日本突然就觉得，哎，你到最后我冲第一，你知道吧？他说完之后，日本冲第一，结果你把我牺牲，我怎么办？所以这是日本目前碰到的最大的问题。他的不安全感极其强烈。好，所以第一岛链的盟友们对于美方还能相信吗？很多人觉得真的像月亮一样，初一十五不一样。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好，一直说川普有军事行动的准备，要再打伊朗哦。那伊朗这边当然也有一些底气哦。我们前一天已经跟大家在节目上看过，说伊朗的这个节目上面是直接开火，而且摄像的国旗就是阿联酋嘛。好，那当然也看到他们在街头上面也出现了军方教民众使用武器的摊位。而且电视台就直接在摄影棚开火，这些现象都显示这日益强硬的伊朗当局可能为进一步升高的冲突在做准备。好，所以也带大家来看一下这伊朗喊已经准备就绪，而且把之前战争时多炸弹画面都剪在一起这恫吓意味是相当浓厚啊，就是告诉
可能的敌人美国或者是其他阿拉伯的国家说啊，我们是有这些战力的哈。好，那伊朗可能对美以再次的发动空袭来做出回应，这是伊朗安全问题学者他说啊，在今年第一轮战争当中，伊朗人准备应对一场持续约3个月的长期冲突。伊朗限制了飞弹的使用，以维持对以色列地区的目标长达数周的攻击。伊朗可能试图控制曼德海峡，这条狭窄的水道连接是红海跟亚丁湾，同时曼德海峡毗离也门胡塞组织的控制区。那胡塞武装是伊朗支持的民兵组织。好，所以看起来现在不只是赫姆兹海峡是伊朗的筹码，接下来伊朗把目标放在了是曼德海峡，那这就会有另外一个这个效应存在。好，那伊朗媒体说，另一艘的伊朗船突破了美国的封锁。这是最新报道说，在印度洋附近有一艘航行的受美国制裁的伊朗船只。那这艘液化石油气运输船在未被发现的情况之下，穿越了美国的封锁线，进入了伊朗的水域可见还是有漏网之鱼。那现在伊朗很会用 AI 影片嘛，所以也带大家来看一下这个影片他们是讽刺川普声称已经摧毁了伊朗海军，但是事实上他们是在讽刺什么呢？讽刺川普就像一个巨婴一样是活在幻想当中那都是摆设的都把这个当玩具在思考。好，那当然呢，川普同一天威胁伊朗随后又撤回了威胁。那当然有人觉得川普怎么又塌口了川普多次的威胁不是要发动新打击吗？就每次都在最后一刻取消，不得人心代价昂贵的战争。18号确实他也是先确认了打击计划，随后呢又同时取消了这些计划。所以可以看到川普他现在又讲说我们本来明天要炸伊朗的但是呢有一些考量，我们来听听他的考量是什么。Had very big discussions with Iran, and we'll see what they amount to. I was asked by Saudi Arabia, Qatar, UAE, and some others if we could put it off for 2 or 3 days, a short period of time, because they think that they are getting very close to making a deal. And if we can do that, where there's no nuclear weapon going into the hands of Iran, I think, and if they're satisfied, we will be probably satisfied also. We're ready going tomorrow, very big, and not something I wanted to do, but we have no choice because we cannot let Iran have a nuclear weapon. Yeah. 好，其实呢，我今天早上看到这则讯息的时候，我想说真是熟悉的川普又回来了每次都说要打每次都没打。好，那当然现在说是因为这个波湾3国说不能打所以我就先暂停个2、3天不动手好，那川普也怒斥美国媒体对伊朗问题的负面看法，那表示伊朗投降美国媒体也不会承认啦现在把错也怪在了美国媒体身上。好，但是除了伊朗战争还是一个僵局之外，要打不打现在还是跨龙博。古巴现在好像也是川普的目标之一有人说他是想要复制委内瑞拉的模式。那因为美国现在宣布制裁古巴情报机构以及9名的古巴人士。好，那其中包含的是通讯、能源跟司法部长。好，面对美国不断的加大压力，好像想要复制逮捕委内瑞拉总统马杜洛的模式意图。好，那古巴的总统他也有回应他说美国如果你发动了军事攻击，你就会血流成河。好，对于拉美区域的和平跟稳定也会成为难以估量的后果。好，那美国官员是估计说多达5000名的古巴士兵替俄国作战，每人要价是2.5万美元。那以及也有纽时报说，其实美国密商无限期要驻军格陵兰。好，那是来自美国格陵兰以及掌控格陵兰外交事务的丹麦谈判代表。一直在华府呢就格陵兰未来的部分来举行秘密协商。纽时就披露说其实美方有提到很多条件美国的知情官员也透露说，美国正在推动建立严格的审查机制与否决权，要确保就是中俄2国没办法取得任何重大的基础设施或是资源交易。好，所以整个国际的局势这么混乱，其实都是出自于川普他自己把世界局势搞得相当混乱，连他自己都焦头烂额。我们先问赖老师怎么看？他自己也陷入僵局因为美国跟伊朗的外交谈判确实已经陷入僵局。美国提出14点最早是伊朗提出14点，美国拒绝，美国再提14点，伊朗拒绝那我们看到伊朗再提5点，美国又拒绝。
现在的情况是双方就不断的在僵在那个地方毫无进展。面对于这个外交谈判的僵局，这个川普该怎么办？要采取军事动作炸，你要产生效果，那也就是伊朗要能屈服，愿意屈服。可是如果炸伊朗不会屈服，这个炸就无效了。那炸无效也可能产生延伸性的作用，就像过去他在炸伊朗的时候，伊朗就去炸这个阿联酋，炸其他的国家，对，也炸以色列，也炸这个美国的军事基地。这个对美国来说的话，也是有所损失，因为美国现在也总算承认了他们的空中预警机、加油机这个都被炸了，还有他们本身的这个无人机以及他们的战机都有被打下来的这种情况。所以对美国来说的话，要不要再重新启动战争？重新启动战争又有美国国会的问题。那这一次的美国国会可能就不会跟上一届的美国国会一样了，所以可能又会有一些变化。那该怎么办呢？所以他只能用的就是不断的用威胁、恐吓的方法，就是说我会再更严厉的炸，我告诉你，你已经没有机会了，这是最后的你一次机会，你再不怎么样的时候，那我现在明天我就要炸了。所谓极限施压，对，就是一直不断的。可是时间到以后，他又没动作。你要问说为什么没动作因为有3个国家的意见，所以我再延3天。可是可能再延3天了以后呢，又不炸了。他可能就是说，我可能做梦到上帝跟我讲话，说叫我应该要以慈悲为怀。那我再给他1个礼拜的时间也可能我们不晓得。反正话都他在说因为我相信阿联酋也好，沙特也好，卡达也不会太站出来说我可没这么说因为他们犯不着嘛，犯不着拆这个川普的台。那这样的情况就变成他狗。可是问题是在于，也说不定有一次就真的炸了。可是炸了以后又重启战端，然后油价又开始飙涨了然后这个封锁又更严格了大家又倒霉了这个就是不断的周而复始。什么时候才能告一段落？目前来讲，那当然一念之间就在川普。可是我觉得他讲话又有松口了。原本他有讲说浓缩铀一定要送回美国，可他现在又好像有点软化，说浓缩铀只要离开伊朗就可以。那过去俄罗斯曾经有说过，他可以接收浓缩铀，这代表什么？代表他们现在的谈判已经只剩下浓缩铀的处理问题了，这代表还是有进展，很有可能或许川普会说好了，那这个俄罗斯他愿意接收，那也就这样子不一定要到美国去，也说不一定，然后就这样子解决，谁晓得？对，谁晓得？因为我们看了这个快2个月吧，每次都是神也是到现在，对，228到现在，神也是川普，鬼也是川普，那已经跨博了苑教授，你觉得会打吗？我跟你讲现在的状况伊朗跟美国是不打不谈，不战不和，4步政策。那么但是这里头呢，你可以听得出来，这个伊朗呢是有3大步骤。第一个步骤呢是消耗战。大家现在传出来了伊朗根本就假装用无人机打这个什么爱国者什么的差1000倍那这个是消耗战。然后现在是进入持久战。持久战呢有2种方式就是说呢，他现在他这个导弹也很足然后呢，他这个荷姆兹海峡的话呢，他也要控制，对不对？这是大家我们都得到的。那现在为什么这个不打不谈不战不和呢？主要是当成一个策略因为呢，美国拖不起。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我们这边有另外一个消息就伊朗跟古巴的相互辉映希望你路上来，希望你直接登陆让你血流成河，让你没有一个美国人回去。那个 LA Boys 都死在伊朗就这么厉害。美国人怕了，美国人怕了。什么人不怕？不怕死的人才能够打硬仗对不对？你大家我很喜欢看美援朝电影那大部分都是不怕死人才能够打硬仗，否则的话就是都对我开炮抱着炸药包里面往坦克车冲，那种情节演的话呢就是这种他不怕死，自杀攻击那你美国怎么可能呢？你炸什么东西？你炸就增加仇恨了，你知道吗？对于伊朗来讲，你美国第一颗炸弹炸死了168个小女孩那个时候大家想起来都难过谁家没有个小女孩对不对？是不是成长的过程中都是甜美的，现在突然被炸得支离破碎，血肉模糊，那还得了？所以你在这种情况之下，那个川普本身来讲，他是非常难得的。那伊朗的第3个步骤，就是开始怎么样呢？就是开始呢，就跟美国长期的消耗他就不是一种持久了
啊，他是基本上的话就借这个机会翻转起来，他这个导弹就是炸到以色列去，然后呢，这个飞弹呢往以色列飞，然后另外的话呢，他的荷姆兹海峡控制，只要世界经济稍微稳定一点，就马上控制。所以说这样的搞下来的话呢，我觉得从2月28号开始，原来荷姆兹海峡是开放的，原来以色列人的话呢是准备好好制裁一下，好审判一下纳坦尼亚胡的。现在这2件事情都黄了，黄了以后的结果呢，世界大乱。我说句良心话，我看不懂川普要做什么能够解决这个问题，我觉得非常难。对，而且现在就是一个僵局嘛，那这僵局到底要怎么样解？我们也常常给他铺台阶，但他就是不下来。曾辉舰长怎么看？我特别谈一下古巴因为在那里闹了一团糟，怎么美国又转回头去好像要打古巴呢？其实古巴一直是一个非常强烈的一个反美势力，它的位置就在美国的大门口，就相当于好比说中国大陆的大门口，台湾就在这里，古巴几乎就在美国的大门口。可是它居然是长期的反美，这么强烈的反美，那你可以看到这个卧他之侧，岂容他人酣睡。那美国又这么强大，又这么骄傲，他怎么会容许古巴在那里摆了这么久？而且美国最会颠覆这个反美政权，然后培养一个亲美政权。为什么古巴这么小个国家他做不到呢？因为之前在冷战的时候有苏联在保护他，你敢去颠覆苏联会怎么做？那个后果很难料，所以它的代价很大。他接着苏联是不是在冷战结束，在1991年结束了，对不对？那你这时候可不可以去呢？美国从那时候开始讲说，苏联走了，好了，那我们也不要打他，我们用经济制裁。他一直用经济制裁，从1991年一直制裁到现在。古巴就是这么有骨气，从来没有屈服过。因为美国认为他自己内部会瓦解。对，然后他就一直撑到现在好，撑到现在了。结果川普比较聪明，川普出了一招什么你知道？川普出了一个就是2级制裁。你谁敢提供古巴石油，因为古巴要石油，谁敢提供我就制裁你。那个制裁方式当然很多种，关税啦或怎么样，我再怎么样制裁你。这一招生效了，你知道？突然之间，所有的国家不敢提供古巴石油。那这个生效时间就从什么时候开始？你敢提供，我就制裁你呢？是在2026年，就今年的1月29号。结果今年到年底，不是1月底的时候，到2月初的时候。你说古巴发生什么情形？它缺油缺到什么地步啊？你看看当时的资料，它全国缺电经常是10几个小时，某些地区是20几个小时。然后社会发生因为你知道没有电，不是说没电而已生意也不能做，东西也不能冰，几乎要发生人道危机。好多国家跳出来讲说你不要这样子去制裁古巴。然后古巴从1991被制裁到今天。第一次同意说，我愿意跟美国去这个谈判。那时候我想说，这个川普还是很厉害的，他终于愿意谈判了，看起来很顺利，对不对？结果没有想到，打了一个美伊战争。美伊战争一打，全球突然发觉美国其实是有这个破绽的，暴露出他的你不是这么的硬，我只要跟你去硬刚的话，你就会去退却的。所以古巴突然就改变了他的态度。就是说，我要跟你继续僵持下去，也不愿意去谈。那川普才回过头来讲，已经要到手的一块肥肉，怎么飞跑了呢？对不对？他就突然又掉过头来，因为他觉得这个东西只缺最后临门一脚，所以他现在又回过头来。那会怎么样？我不知道。但是你再回过头来看中东那里中东那里为什么大家都不愿意去帮美国？为什么希望他不要打？因为很简单，一个记住美国在中东的角色，我再说一次。伊朗是马蜂窝，那